MK 你好，哎，你好。对，你应该是95后吗？我是96。好年轻，这可能是我碰到最年轻的创业者。哦，还有很多。我要看这个 setup， 大家就应该能够看到，这里是一家蛋糕店。但是我今天就想来介绍给大家，它是一家怎么样独特的蛋糕店。你有着什么样的经营理念？你面对着在大马市场是怎么样的竞争？你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就很想要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你。你学习的就是本身是读software engineering。IT 软件的，对，软件的。哇，毕业了过后上了1天班，我就觉得，等一下，你上了1天班？对，一天吗？就真的就是 literally 1天，就在那边打电脑打了1天，回去我就思考，这个好像不是我想要的，就是我不想要待在公司，可能5年后、10年后还是坐在电脑前面这样。我用了17年才明白这个道理。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那你还记得第2天交辞呈丢信然后走的那个场景吗？是什么样子？我就回家发一个 WhatsApp 这样子。就是那种不负责任的员工，一天发给一个老板说我不干了吗？对，就说对，不适合了你离开以后找到了下一份工吗？我就还是要过一段时间才找到，就回家可能思考了几天就联系回前东家，就问他，OK， 这个前东家会去上班这样子，他肯定很开心对，本来毕业了说要去 IT 公司去 Office 上班了，谁想1天以后又回来了，就幸好他还给我机会嘛，就回去继续的 career。所以你的前东家他也是做类似这样 bakery， 对，他也是做 bakery 中西餐的。你在那里经过了怎样的一步一步的发展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在那边了做兼职完胜了过后就有升职变 supervisor 这样子。那你做了5年对不对？然后你5年 OK 离开的时候是做到什么样的位置在店里？整个管理包括 training， 然后产品质量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工作范围里面。细节完美这个就是里面有刀、汤匙、碟子、蜡烛都会在里面。如果客人有那个生日卡，我们也会放在里面。贺卡，然后就这样子打开。就我们有做拼盘，就是在网上订到就是6个他喜欢的口味，就是可以拼在一起。明白。像今天这位顾客他拼的是哪几款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他拼的今天是那个 matcha 抹茶清酒的，这个是88%黑巧克力，然后这个我们自己弄了这个黑芝麻，开心果，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我觉得是我们最独特的那个口味，是吗？它是黑巧克力、威士忌和那个 Baileys，再加上我们做好它，就拿那个 apple wood 去 smoke 它就有一点 smoky 的味道。Apple 哇，这还有这个像分子料理的感觉了。这个是我觉得最特别的。然后中间加成是那个 banana， 就是香蕉。对，这款名字叫这个叫 Midnight Smoke 的 Midnight Smoke。有一些想法，可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然后你有些什么样的想法？你说要实现？本地的一些客人想要的东西还不能太满足，就客人没有到很满足。比如说一些方便客人的一些汤匙叉那种碟子或者是包装方面和运送方面，都是我们有解决掉客人的一些痛点的方面。所以你就经历了1次、2次创业，对吧？第一次你说和 partner 在一起在新山，对，然后自己终于在这里开，对一个人做老板很爽吧？哇，做老板表面看是很爽了，可是很多辛酸是看不到的。等一下我会来问你的辛酸我对人家的辛酸很感兴趣那就来了解，就是你现在开这家店，那你秉持一些什么样的理念呢？来经营这个蛋糕店？我的理念就是一定要做最好的给客人，最好它就包含了我们的包装、运送，尤其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产品原料这些。主要做的是热法式结合。怎么说热法式结合？就是我们有去考察我们的日本的那个整个的呈现方式，包括他们的做法储存就包装，因为包装这一方面是日本他们非常注重的这一点，就是送礼也就很有一个送礼的那个习惯，所以他们的包装就很精致，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概念，然后加上他们的那个蛋糕的呈现的方式也是比较有一个独特的点。我看你这边用词是艺术性嘛？对对对，本地人还会比较想要看到里面，这蛋糕里面的结构是什么？这种概念在日本有吗？我想在日本卖法式蛋糕也是这样吗？或者说跟你是不一样？我考察目前为止是没有到这么相似的。
就他们很多是法式，或者是他们的，因为我们是有分洋果子和和果子可是和果子那个就很大，那个就更加不一样，更加传统洋果子就有很多切片，那种水果蛋糕那些不完全一样，就是做的产品不完全。对。那在马来西亚有吗？这种马来西亚我们在吉隆坡这里是这个呈现方式是没有没有。对对我不懂，好像是切片比较精致，然后原料方面premium 这样子，我们选用的都是可以在市场上可以找得到最好的原料就是法国进口的那个 Valrhona chocolate，然后日本的进口面粉，然后那个法国的 ENZ 那个动物奶油，就我们对，就是我们的全系列的奶油，包括我们的 decoration 那些都是动物奶油，就没有植物奶油在我们这里。这还蛮特别的，因为在大马市场上，有时候我们吃到巧克力，吃到植物奶油的比例还是蛮高一下的。你就会觉得，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就因为那个价格都是5倍到10倍左右的那个。其实我们有3大类产品我们有我们的鸡尾酒蛋糕系列，就是我们有2种或者3种酒来做搭配的。OK， 然后就是这一行都是有不一样的酒，还有不一样的加成来做不一样的搭配。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的抹茶系列，有一个是有清酒的抹茶 matcha cheese。matcha yuzu 的，然后这个是开心果，也是很热卖的。是，老板用的是日本的那个50铃吗？我们是用那个 Wakadake， 就是也是同一个厂家出来的。我觉得你其实还有第3个不同啦，就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就说，你也用 Shopify， 其实你很早就搭建了一个很好的线上的平台。即使在这家店面的话，你也说90%的客人都是在网上各个渠道看到你之后，然后再过来 pick up， 对，是这样吗？对。所以你一开始就建了这个在线的网站，还是先经营，然后再去搭建的？不是一开始就搭建这个网站 ，OK， 因为我毕竟还是门市出身的嘛，所以我还是希望我的门市是很多客人来走走来看看，可是可能在1楼，所以很难有自然的流量，而且可能附近的那个 parking way 比较难找。我们应该要更加专注于我们的线上，以那时候的量 double、triple WhatsApp 下单，我就请了几个人，这样子我就想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以 website 来去简化掉一部分的流程，然后让整个更加专业，有好几个好处啦，然后让客人更加透明化，就是运送费，然后更加快速，让客人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3个系列是我们没有酒的，就是包括我们的开心果、我们的坚果，黑芝麻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打磨，然后做成蛋糕，所以比较香浓，又香又浓郁一点。Hazelnut 也是自己打磨出来的，对，我们自己打磨。为什么现在半成品这么便利可以去买酱为什么要自己打磨？比较坚持就是我们可能每一个原料如果妥协一个1-2%，可能它相差不多，可是每一个原料它妥协一个1-2%，它10个原料加上来，它就不是这个，它就有那个分别。可是到最后，可能那个人也不懂它到底是哪里有问题，这么蛋糕不比别人好。可是其实就是这些小的东西，细微的细节叠加上来的。明白。那感觉都很顺利啊。你说的辛酸在哪里？辛酸，真的有辛酸吗？有了，就是讲给我们听一下。那个客人他不是一开始就，当然是还是会有一些客人觉得可能不习惯，不习惯口味方面我们也经常碰到啦。即便我们对自己很满意就是每天自己吃还会被自己的产品惊艳到但客人总会有他的一个 feedback。对，我觉得可以满足到市场上的70-80%人，我觉得很满足了，那很不错所以大马在这里去开这样的一个比较精致的蛋糕店，挑战会来自于什么地方？投入的成本，然后再回来的时间会很长，可是投入和回报时间会很长吗？预计都会需要真正 set up 起来都要2年多。2年对，因为可能一开始还要烧更多的钱在于广告这一类的东西，所以还有什么挑战呢？这个市场的太多人做了，有小作坊跟大组的这些行家这样子。那使得你这样比较成功应该我看1年就把生意也做起来的，这些顾客对你的认可度也很高。你觉得你的一些秘诀是什么呢？还谈不上成功就有一点点的我们的心得吧，对，分享一点心得。他们可以接受的是口味方面，然后加上我们的原料给的足，服务，然后要准时有时候好像我们也是对一些客人，他们比如说南教拉拉木法这些比较延迟的，我们就会做一些补偿这些。有时候我们
真的是没办法控制，我们会尽量控制在他们想要的时间，可是有时候真的是比较难啊，所以这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再提升啊，这样子就是要尽量做到最好啦，这样子我们守时，客人才会对我们有信任嘛，是，就信任也是很重要啊。我发现你还很年轻哦，所以你开始做这样的一个，虽然是第2次创业，但我猜啊，就是自己投入的钱也是很多哦。你不会有担心吗？就刚开始决定哇自己再来一次的时候。现在我们像00后的想法就是，我采用他们的想法就是去了先，到最后真的是不行再算嘛，再打算。我们叫活着干死了算。对，就是自己的兴趣了。如果自己是兴趣的都不敢做的话，就没什么敢做了。这很有趣哦。那你的父母会给到你一些反对意见吗？一开始出来创业的时候，还是不管随便你？不管，就是就是任你去。这在大马很常见啊，但在中国的话，父母对小孩的影响还是很多的。有很多的，就一定要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很传统也或者不需要发表什么声音，也没有发表什么，就是到最后可能他看到，原来你在做这一个，父母当然是会担心的啦。就你做什么，他都会讲这个可以吗？你这样子做真的是会 OK 吗？就赚到钱这样子。可是就是大概懂他们会有这样子的想，所以就不要去，先不要去 OK 去惊动到他们先。我们最近推出的这个生巧克力，我们也是自己做的，这种抹茶生巧克力。然后这个 milk chocolate 拿玛巧克力就是牛奶巧克力的生巧，还有这个 whisky。如果没有吃过的人，我怎么理解这个生巧克力？就是你一入口它是滑的，就是你可以用舌头慢慢去推它，它是很丝滑，有那个一层这样子，所以它和普通的巧克力要咬是不一样的整个口感。而且它还必须要冷藏，对吗？不能在常温下。对，它在常温它就没办法了，它就会。生巧克力它是结合了巧克力的香，还有黄油的香，对，然后很奶油那种丝滑的一种有意思的甜品。我们这节目还是希望可以更多看到的观众，如果他们的小孩或者他们自己也有创业想法的话，可以给到他们更多的鼓励和启发嘛。你觉得如果现在有人也想要创建一个自己的 business，你会给他一些什么建议呢？如果我们给个3条建议吧，你会有些什么建议呢？心态要够大心要够大了，心要够大，心要够大，多大要很大，可以要亏2年的大吗？可能2年5年，然后要有那个心要够，可以包容到任何事情，客人啊，我们的同事，然后有时候我们的是没有遇到啦，就他出来就听到很多是可能屋主的，可能装修好了，他就突然间和你说我要收回了，可能卖了给另外一个人，他要收回了。就这种就很多控制不到，心要够大，要不然很容易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很好的意见。那第二呢？第二就是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出发。怎么讲？我觉得这个话很深哦，因为到很大的企业，他们也讲 customer first， 但是每一家的理解会不一样。我想听听看你的版本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必须要认同的，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到最后的最终目的、最终的目标，就是为了要赚钱嘛。通俗一点讲是赚钱嘛，是这样。然后我们要如何赚到这个钱？当然是我们服务的客人他要认同我们的东西先，我们他才会持续的购物跟我们购买，然后他会分享给朋友，这个也是很重要，要不然公司不会成长。你能说几个场景就是典型的，这就不算从客户角度出发，就是一些 myth。有些人觉得我应该这样做，但你觉得不对这肯定就不是客户角度出发。告诉我们一些 example， 比如说可能厨师，他出来创业，他觉得这个是好吃的，可是客人认不认同这个东西是一个点。这个市场buy不buy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很多，我大概知道你上一次创业这个分手的原因了。最终要以消费者、以客户来说了算。对，非常好，要不然这个企业根本没有办法去运转了。非常好，非常好，想法再好也没办法。明白。我来挑战你就以我们做 F&B 为例嘛。客户如果我们就发现客户更喜欢的就是加了 MSG 饮料就是加了香精他觉得那个更好吃那个味更搞他就喜欢。那你是不是也会从客户角度出发，给他提供这样的产品？一定是赚更多的，我们懂也然后更快嘛。这个就要跑回去我们一开始的初衷这个就是我们要以最好的原料如果我们加了这些，我们那个原料可能变成用的不好了，就没有我们一开始的那个理念都已经崩塌了，变成坚持不到他想要的东西，这样子他后面还会遇到很多问题，他还是会妥协的。就我们从一开始不妥协的话，他到后面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打败在我的眼里，他这个就是被打败了。讲得非常好
这个句话非常好，我们都应该可以，我觉得我是 very mind，就是说，如果你的理念的妥协的话，那你其实已经被打败了。对，好，这2个再给我们一条，现金流了，现金流是关注现金流，对，要关注现金流。可是如果太保守的话，公司不会成长；也是太慢，也会被那个时代打败。所以要很会去拿那个 risk， 然后又不会到太爆啊。懂你的意思，要利用好债务的这个 leverage， 就是你不能完全都只是赚不花，也不能说这个全部花走，那你公司就很脆弱，一下就会公司就会死掉了。对啊，我觉得你有很强的一个经营的思维哦，很厉害。老板，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一下啊，请问你的店名叫米亚比，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米亚比在日文里面它是代表雅。一个雅致，又优雅的雅致。如果我说要请你用一句话，然后请你来概括你们的特点，这个特点能够让你们 stand out 出，就从所有的竞争对手当中能够脱颖而出的话，你觉得你们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尽量把客人的满足达到120%，是我们的要求这样。第3个问题想问一下，你们的甜品的甜度是怎么样子的？我们的甜度都是中低，就是已经调到最低了，让它有保持整个蛋糕的风味，同时可以有少甜的那个，符合现在的市场的需求。请问外州可以订购你们的产品吗？订购可以，可是如果太远的话，需要自己安排。我们最远可以去到芙蓉、拉旺60公里以内，然后冰袋那些就可以，我们会提供的，而且是当天可以送到吗？当天可以送到。OK，我们也请 MKR 给我们观众一些独特的优惠。第一次购买是可以折扣一个18%